这个女人私底下最爱玩的事儿就是出轨，她的这张烈焰红唇就证明了她火力有多旺。她这个大闪迷平时为了让老公有新鲜感，每周都会送给老公一顶崭新的小绿帽。但是啊，最近一次出轨，她是真玩大了，她直接把自己的出轨专用手机给整丢了。最吓人的是，丢了后她给这手机打过一个电话，她竟然隐隐约约的在电话那头听到了老公他爹吹竹笛的声音。这说明啥？这说明手机就是被自己家里人捡到了。这手机里可是存着烈焰红唇所有的聊骚短信啊！她原本打算靠这些短信在寂寞的夜里展示勾包烧鸡，这回行了，直接变公开处刑了。红唇我呀，喜到临头喽！最恐怖的是，他那些出轨对象一到晚上绝对会给他发消息，所以晚上之前要找不出手机，那就完犊子喽。不过还好，他找来了大叔这个退役警犬，这会儿大叔闻着味儿直接开找。但其实没想到啊，这一家子也都不是啥正常人，个个都有着一身艺术细菌。老头子爱吹破竹笛，老二是个复古小说家，而烈焰红唇的老公喜欢画画，我操，我这拦不住的。几人每到一个房间都会给那个出轨手机打个电话，但诡异的是，每次那电话都是接了后又赶忙挂断。突然传来了一阵门铃声，可众人赶到后却发现门口啥也没有。但就是这么一小会儿，烈焰红唇便开心的指着出轨机说自己刚刚找到了。哎，怎么门铃一响他就找到手机了？还没等柯南多想，更诡异的事儿发生了。就在这仨阎王开车回家的路上，新闻突然报道了烈焰红唇死了，变成了米花土特产。他可是刚找到手机没半小时啊！众人发现他的死相更是离奇，先被人挠了一刀，又被人把脑壳子干碎了。不到半小时，他好像遭到了2个人的虐杀。果然吃喝玩乐都是赔，只有这出轨他有来回呀。几人又回了他家，准备拷打点线索，但刚一进门，女仆就把大叔当成了杀人犯，给了他一吸尘器。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这会儿警犬们直接麻了，因为案发当时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老大在画画，老二在写书，老头在吹竹笛，2个女佣当时都可以为他们作证，甚至连烈焰红唇的出轨对象当时也正在出轨别人，也有证明。突然女仆提起这家里其实还有个老三，而一听到老三的名字，瞬间木木脑袋轰了炸开。他记起10年前这老三的未婚妻就是像烈焰红唇一样被人又攮又砸死在了电话亭，而这事儿一出，老三也就失踪了。当时木木为了赶紧下班去网吧包宿，直接认定了是老三杀人，然后畏罪自杀。咱讲话的，你不会真觉得你手下的这罪恶都市米花亭有人能素质高到畏罪自杀吧？突然女佣记起那失踪老三的一个朋友昨晚打来了个电话，他说他刚才接到了烈焰红唇的来电，但通了后红唇却不讲话。不对，昨晚红唇的手机不是丢了吗？那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既然能打电话，那这个人肯定是破解了出轨手机的密码。没错，劫手机的这人就是凶手。他因为看到了出轨邮件，所以气爆炸了，搞死了烈焰红唇。但这会儿柯南根据自己设密码防小兰的经验表示，想试开4位数密码，起码得用8小时才行。这样，那这人肯定平时巨闲，还没人打扰。没错，这家的3个男的天天在臭屋里憋着，就是他们开的锁。为了赶紧下班，警犬们又拷打了他仨一遍，但他们还是死皮赖脸不认账。あんたら警察が来たせいで集中できなくてさっきから1行も進んでないんだ。这一句话瞬间点醒了大叔，这老二长得跟个细狗一样，还能写纯爱小说。小兰也很惊讶，她一直觉得这作者是个老登，因为他的作品对人的刻画相当死板，染发的就一定是流氓，还有各种老电影才有的桥段。瞬间柯南脑袋轰着炸开，下一秒他赶忙让小兰检查了一下手机，果然他手机上不知道为啥突然多了一条发往陌生地址的邮件。柯南懂了，阿连连捡手机的这个人好像个脑瘫啊，他每次收到来电都是接电话又挂掉，仿佛不知道怎么调成无声或者关机似的呢。怎么事儿？难道这人不会用手机？说来也是，破解密码有手就行，但其他操作就很难自学了。携帯の使い方なんてちょっといじりゃ誰だって。わしは慣れるまで時間かかった。咱这话的这年代好像也没人不会用手机了吧？除非他是个被关在什么地方长达10年的人。瞬间众警犬头皮一麻，这家的老三自打杀了媳妇后，不就已经消失10年了吗？难不成他这10年一直藏在家里，就是他捡到了烈焰红唇的手机？确实，他一直躲着，肯定有充足的时间破解密码。破解后，他试着打给了自己的朋友，接通没敢说话，这也就说得过去了。如果这样，藏他的人肯定就是家里的3个人之一。咱讲话的，我看到这一段时，真的头皮都麻了。这时众人一推，藏人的极有可能是老二，因为案发时女仆看到了老二写作的影子，这个影子完全可以让老三代替啊。下一秒，柯南直接贴脸拷打，怎么事儿？你不是有手机吗？为啥你小说里的人没用过手机呢？难道说他们不知道有手机这个东西吗？此言一出，众脑袋轰的炸开。原来老二不光藏老三，还让老三给自己代笔写小说。瞬间，小说里的人物死板刻画，各种老电影桥段也都有了解释。因为10年如一日，在天花板上的老三根本不知道现代社会发展成什么样了呀。老二还想犟嘴，但身后的柜门却突然拉开，走出了一个真天花板级别的枪手。没错，他就是老三。原来当年他之所以杀媳妇儿，是因为他得知了媳妇儿出轨的事儿，于是一气之下便挡了他一刀。随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了老二，老二当即便把他藏进了天花板，这一藏就是10年。哎呀，糊涂呀！米花最温馨安全的地方是监狱啊，藏啥天花板？哎，等等，尸体除了被挡了一刀，他脑壳子也被干碎了呀！我不知道啊，这事儿跟我一毛钱关系我不知道啊！大叔懂了，原来10年前杀人的其实不是老三，而是老二。果然，一旦涉及到出轨，大叔就专业对口了，直接碾压柯南。老三媳妇儿的出轨对象就是老二你，对吧？烈焰红唇也是你用同样的手法杀掉的，就为了出事后可以把罪推给老三。咱讲话的这一家人可真是自给自足，资源循环利用，绝不浪费每一个媳妇儿。怎么事儿？杀我媳妇儿让我背锅，还让我白给你写了10年小说？你等着，我这就把你变成锅包烧鸡！这靠你不要乱整饭啊！
我刚才回谤，你知道吗？我刚才回谤啊！突然，小兰给烈焰红唇的手机发了个短信，瞬间传来了一阵门铃声。原来啊，这红唇出轨有一套，他把手机短信声设成了门铃，电话声设成了座机的声音，这样不管外遇对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他都有借口走开去给外遇回复。这也就解释了当时为啥门铃一响他就找到手机了，因为他当时拿着小兰的电话给手机发了个短信，打电话还能挂断，但发短信就不行了。所以那会儿他不光找到了手机，还发现了藏在屋顶的老三。咱讲话的，你火力是真旺啊！猛地一见老三还能呲个牙笑出来。这会儿小兰打了个电话，房间里果然响起了座机声，而顺着声音很快就在老二的抽屉里发现了红唇的手机和一把沾血的刀。至于为啥没扔了，可能是因为汪汪队正好在旁边包宿，出警太快了。这会儿老二绷不住退下认罪了。原来当时烈焰红唇发现了老三后，便满脸死相的开始了勒索，但老二却一身傲骨，于是老二直接把他变成了米花土特产。瞬间老三脑袋轰的炸开，原来好哥哥今天让自己出来透气儿，是为了再次废物利用，给他做不在场证明啊！10年前老二杀老三媳妇儿，其实也是因为老三媳妇儿拿着自己跟老二出轨这事儿疯狂勒索老二。咱讲话的，你都被挡了一刀了，你真是一点也不想活呀！老二当时本来也想杀老三，但因为老三小说写的挺权威，所以便准备先榨干他的价值。这一家子的家族文化就是杀人和出轨啊！因为就连老头子的媳妇儿也出轨了，而且他们还相当环保，只在家族内部乱搞。老头搞音乐，老大搞画画，老三搞文学，老二搞外遇。さすがね新一、ちょっと賢い小学生ぶり見事だわ。